暴雪让整个城市变成了冰天雪国，而我在家里吃着火锅看综艺。女友郭沫沫的电话此时打了过来。阿明，老家太冷了，我把我爸妈接到市区了，但是我家空调坏了，能不能在你家避一避啊？反正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今年在你家过年没关系吧？郭沫沫娇滴滴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过来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你什么时候把你爸妈接过来的？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？我赶紧关上沸腾的火锅，起身到衣帽间挑选得体的衣服。我这不是临时决定的吗？我还有10分钟马上就到，你记得给我开门啊！此时门铃响了起来，就在我即将握住门把手的时候，手机也突然响了起来。我下意识一看，发现我的手机来电显示上竟然写着自己的名字。小明，你千万别开门，郭沫沫一家都是坏人，我就是未来的你。手机视频里，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正焦急地说着。只见他没了1只眼，没了2颗牙，就连右边的耳朵都少了1只。此时手机突然显示信号中断，视频消失了。这一切就像是梦一样，我却傻站在原地，始终挪不动步子。阿明，我们到了，开门呀！阿明。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和郭沫沫的推促声，我不自觉后退了1步。虽然搞不清楚状况，但我心里已经无法忘记刚才那个视频电话。门外的声音越来越急，郭沫沫的嗓音里开始带上一丝不耐烦。阿明，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外面雪都下大了，我爸妈年纪大了，冻感冒了怎么办？紧接着，一个苍老的男声也跟着响起，带着点沙哑。阿明，开门吧，我们就暂住一晚，等沫沫出租房里的空调修好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还有一个女生细声细气的附和。是啊，沫沫都跟我们说了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俩的婚事我们赞成。我不断的开始后退，未来的我那副惨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，没了1只眼，缺了2颗牙，右边的耳朵也没了，那得是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。阿明，你在不在里面？说话呀。 Tomorrow 又开始开门了。你再不开门，我可生气了，外面很冷的。阿明哥，我是小强，你赶紧开门啊！此时一个年轻男孩的声音也随之响起，这个声音我认识，是郭沫沫的弟弟，他们一家子恐怕已经到齐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能慌，现在不能慌。如果未来的我真的是来提醒我的，那我现在开门会面临什么不得而知。就在这时，郭沫沫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赶紧躲到洗手间接起了电话。阿明，你干什么呢？怎么不开门啊？郭沫沫的声音像是催命符一样不耐烦地响起。我没在家，你爸妈提前来，你也不说一声，要不明天再过来吧。我随便回应着。郭沫沫顿时大惊，我不是给你说我10分就到了，你怎么没在家呢？谁让你没提前说啊？我在公司加班呢。我敷衍着，脑子飞速运转。那你赶紧请假回来啊，总不能让我和爸妈站在门口等你吧？跟你领导说说。郭沫沫显然没了耐心。我真的暂时回不去，明天要开年底总结大会，几乎每天都在加班。不行，你们先找个酒店住下。我鼓起勇气说道，声音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酒店？这么晚了，又下雪，上哪找酒店？肖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都要结婚了，我爸妈千里迢迢过来，就是想跟你提前熟悉熟悉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们？我想起了未来的我那残缺的面容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。不能开，绝对不能开，不管这是真是假，我都不能拿自己的安全去赌。对不起，沫沫，我今天实在走不开。这样，我给你们订酒店，你把你爸妈的身份证号码发给我，我现在就订。你不是一直想住行政套房吗？我给你订，就当给你的补偿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很快又是不耐烦的声音。你到底在搞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你那边那么安静啊？你真的在公司吗？这么巧？真的，我是在厕所里接的电话，正好在蹲坑呢，你就打来了。你……郭沫沫顿时无语。你真是气死我了！那你能不能安排个人给我送钥匙啊？应该有备用钥匙的吧？我故作无奈。我上哪儿安排人啊？我们在总结年底数据，是商业机密，本来连电话都不让打的，我这都是偷摸跑出来打的电话。备用钥匙我放在我哥们那儿了，他出国订婚了，你忘了？电话那边再次沉默了下来，良久，郭沫沫才说道：“那你快点，我跟我爸妈在楼下便利店先避避雪，你赶紧把酒店订好，发我手机上。”郭沫沫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怒气，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。我猫着步子走到门口的猫眼位置，抬眼一看，发现郭沫沫一家子还在门口没走。我又赶紧猫着步子回到厕所，打开手机，咬牙定下了那个3000块一晚的行政套房，赶紧又把订单号发给郭沫沫，顺便保存了他们一家子的身份证号码，发给了我最好的哥们儿之后，郭沫沫没再给我发来任何的消息。我看着手机上的订单，焦急地等待着，直到显示已验证，我才大松一口气，离开了厕所。
未来的我，那副凄惨的模样再次浮现在眼前。他失去了眼睛、牙齿和耳朵，难道就是因为开了这扇门吗？他们到底想对我做什么？谋财害命，还是有什么更可怕的目的？突然，我想起了家里的备用钥匙，就藏在门口消防栓的箱子里。我再三确定没人之后，才开门出去把备用钥匙拿进来，藏起来。还好我脑子反应快。郭沫沫也不知道我的备用钥匙放在哪，可就在我刚把备用钥匙藏好之后，同事阿豪的电话打了进来。肖明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女朋友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，是不是查岗呢？阿豪的话语带着讥笑和嘲讽，我却紧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刚才骗郭沫沫说我在公司加班，难道他怀疑我故意给我同事打电话了？接电话了？怎么说的？我急切询问。我还能怎么说啊？当然按你的意思说的啦。阿豪笑道。我顿了下，我的意思，我什么意思？阿豪的笑更猥琐了起来。你女朋友问我说，你说的在公司加班，准备年底总结大会的事，我多鸡贼啊！一听这立马说我们都在公司加班呢。听见阿豪的话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。还好你小子聪明。嘿嘿，阿豪得意笑了起来。我说今晚估计要加班，开夜车你去厕所了，还没回来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不过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啊，你干嘛呢？在哪玩也不叫我。我深叹一口气，疲惫地按住鼻梁骨。我还能……突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干脆顺势而为。毕竟那个电话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实话实说，阿豪未必相信。我跟一个新认识的妹子在一块儿呢。听见我的话，阿豪顿时一副早已料到的口气。我就知道你小子花花肠子多，不过下次记得要提前给我打个招呼，搞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还好我反应快。知道了，谢谢你了，阿豪，改天请你吃饭。阿豪嗯了一声。不过我听你女朋友说，她拖家带口来的，家里亲戚全来了，说是要商量订婚的事，现在就在你家门口，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。要是对人家没那意思，就把话说清楚，也别耗着人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边点头一边说道：我会的。如果郭沫沫再给你打电话，你就不用接了，我来解决，不给你添麻烦。阿豪笑道：行，有事再联系。挂了电话，我却陷入沉思，脑子里全是阿豪的话，拖家带口来的。可是刚才我听门外动静，只有他们一家子，那剩下的人在哪？总不是躲在暗处就等我开门了吧？这也太吓人了。我越想越觉得毛骨悚然，后背的冷汗又冒了出来。我再次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后，透过猫眼仔细观察外面的情况。楼道里的声控灯此时是熄灭的状态，走廊里看着空无一人。我犹豫着拨通了酒店前台客服的电话。您好，我跟贤订个房间，行政套房，我女朋友应该已经过去了吧？稍等先生，我这边刚交班，帮你查询一下。前台客服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。我紧张握着拳头，也许通过前台可以知道郭沫沫一家到底来了多少人。你好先生，这边查到房间已经开好。我问了一下，一共4个人，2男2女。前台的话让我一愣，不对啊，我女朋友说来了很多人，至少应该6、7个，是不是看错了？他们还有没有开其他的房间？没有先生，就开了这一个房间，确定是2男2女，没见其他人。我特意问过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腺体。挂了电话，我将自己陷进沙发里。郭沫沫为什么要欺骗阿豪呢？咚咚咚，敲门声突然猛地响起，我被吓了一跳，赶紧坐起身，警惕地看着门口。肖先生，我是电路维修工郭师傅，年前线路检查，咱们约过时间了，开下门。听着门口传来的维修工师傅的声音，我再次松了一口气，赶紧走到门口。可当手再次放到门把手上的时候，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。我抬起手一看，又是我自己的名字。肖先生，你在家吗？门外再次传来维修工的声音，我紧张的手都抖了起来，决定先接这个电话。又是那个跟我一模一样少了只耳朵的男人，他在视频里疯狂地喊着：别开门，郭沫沫就在门口，你的谎话被揭穿了，你兄弟出卖了你，我就是开了门被他们打断了一条胳膊。说着他举起自己的手，那只手已经变形，呈现一种诡异的姿势上翻着。我吓得猛地后退一步，刚想说什么，电话再次挂断。我赶紧查找通讯记录，发现根本没有那通电话的来电显示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修先生，你干嘛呢？维修工的声音再度传来，猛地把我拉回现实。我平复着心情，趴在猫眼上，赫然发现维修工郭师傅的背后就站着郭沫沫。他此刻正双手叉腰，一脸怒气地瞪着门的位置，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寸头壮汉，身上穿着破旧的军大衣。他果然在门口等着我呢。他不是去酒店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有他身边那个男人是谁啊？我下意识捂住了嘴，
赶紧跑到房间，关上卧室的门，大口喘息。卧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窗外的风雪声透过门缝钻进来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，心脏狂跳不止，几乎要冲破胸膛，满脑子都是视频里我的样子。郭沫沫怎么会和维修工在一起？视频里的我说是我好兄弟出卖了我，是阿豪出卖了我吗？他为什么要出卖我？无数个问题像乱麻一样缠绕着我的思绪。肖明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爸妈？瞧不起他们是农民，所以不想让他们住你家？你大可你说为什么要欺骗我？郭沫沫的声音隔着门传进来，却清晰的像在耳边。郭沫沫的话只让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。他现在知道我在家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要开门吗？可那个视频电话又不断的提醒我，这总不是恶作剧吧？此时物业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我咽下一口唾沫，不管是真是假，今天我是说什么都不能开门，甚至不能离开这个屋子一步，干脆一言到底。喂，我故作淡定地接起电话，物业管家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：肖先生，你预约的电路检修师傅就在你家门口，他说敲门屋里没人，你不在家吗？哎呀，是今天吗？我怎么记得约的是明天啊？我今天不在家啊！我立马装出一副忘了的样子。物业管家明显有些无语，但高级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还是比较有素养，立马无奈道：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还是需要改约？我想了想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改天吧，我这2天可能都回不去了，帮我跟师傅道个歉。另外这次的上门服务费我还是正常出，真是抱歉了。这样啊，一听我能承担费用，物业当然不会说什么，直接就答应了。好的，那我跟师傅说一声，下次再跟你联系上门。最近暴雪天气，电路可能会出现短路的现象，如果发生停电，请立即跟我联系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门外的电话铃声也随即响起。什么？那行吧，也不算白跑。我知道了。柯师傅不悦的声音响了起来，但很快他就松了态度，露出笑容。我趴在卧室的门边上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物业给户主打电话了，人不在家，我得赶紧去下一户了。听这个语气，好像是跟门外的郭沫沫说的，但是那边声音有点小，我听不清楚。我又猫着步子往门口靠近。这肖明什么情况？你没提前跟他说好吗？这是个男人的声音，应该是他身边的壮汉。郭沫沫气愤的声音也随之响起。他平时一向都在家的，他是国企单位，哪有加班这回事啊？也许是因为年底了吧。肖明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开不开门？你别逼我，平时你跟我闹着玩就算了，现在外面还下着雪，我爸妈都到门口了，你也不让进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给我出来把话说清楚。郭沫沫突然歇斯底里的朝门里喊着，话语间郭沫沫依旧使劲砸着门。听着郭沫沫和男人的对话，我好像明白了一点，他难道是在试探我吗？看我有没有撒谎。肖明、顾家阳都告诉我了，你根本没有放备用钥匙在他那里，他今天也没有加班，你还敢联合你同事欺骗我？你分明就是在家，赶紧给我开门！郭沫沫愤怒喊着。我顿时诧异不已，顾家阳，我最好的兄弟，竟然是他出卖了我吗？我赶紧回到卧室给顾家阳打了电话。阿明，怎么了？顾家阳，你要死啊？出卖我？顾家阳一愣，不明所以。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你跟郭沫沫说我没把备用钥匙放你那，还说我今天没加班？对啊，你不是跟我说今晚在家休息的吗？明天才去开年会，而且你的钥匙也没在我这儿啊，不是一直都藏在门口的消防栓里吗？顾家阳依旧是有些懵逼。你把我藏钥匙的地方也告诉他了？我顿时庆幸自己，好在刚才把备用钥匙转移了。这个顾家阳太不靠谱了。不是，你小子搞什么鬼啊？你跟郭沫沫吵架了？你咋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？顾家阳有些温怒起来。我顿时无语。你刚才怎么跟他说的？郭沫沫现在要跟我拼命了。顾家阳那边瞬间沉默，良久，他才无语地说道：他打电话说老家太冷，把他爸妈接来跟你提前熟悉，结果你不在家，还说你可能在加班，想让我送一下钥匙，我就直接给他说实话了。你们俩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我顿时皱起了眉。这个郭沫沫显然是在故意套顾家阳的话，就是为了确认我是否在加班，还有我备用钥匙的位置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有心眼啊？你俩什么情况啊？你不结婚了？我不想跟他废话，只能随便编了个谎话。郭沫沫带着他老家的人全来了，我不想让他们在这住，又不好意思拒绝，就说我不在家，把他们安排去酒店了。谁知道你直接把我给出卖了，郭沫沫又杀回来了，非让我开门。你……顾家阳顿时无语。你早说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早就告诉你了，别找外地农村的，到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上门都是事。你非不听，也不知道你看上那个郭沫沫哪点了，脾气臭，公主病，还控制欲强。你真的了解他和他那一家子吗？面对顾家阳的话，我第一次没有反驳。我和郭沫沫是在大学认识的，他模样清秀，一路从大山里走出来，
是个坚韧不拔的好姑娘，凭借自己的能力想在城市获得一席之地，我认为没什么不妥。毕竟谁往上倒3代不是农民呢？虽然她偶尔喜欢贪点小便宜，那是因为她出身穷苦，节省惯了，还总时常管着我，不让我出去玩。说到底也是因为爱我才想约束我。我跟父母说了她的情况，我父母支持我的选择，还说不需要郭嬷嬷家出任何嫁妆，我们家全包了，在城市举办婚礼，结婚后在房产证上添上她的名字，也算给她个安全感。我本来打算在订婚宴的时候把父母的决定当众说出来，也好给嬷嬷撑撑脸面。可今天他们突然到访，不但打我个措手不及，那个诡异的视频电话也让我的心悬了起来。别说了，我不耐烦地对着电话那头的顾家阳说：“你现在给郭嬷嬷打电话，就说我确实不在家，是你记错了，我在公司，然后就别再接她电话了。”顾家阳的语气凝重了起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有事你可别瞒我啊，肖明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我有个屁人，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的家的亲戚都住在我家，结婚的事得等我爸妈回来再定，行吧？顾家阳听着我的话也没多想，那我说你在加班的话，他跑去你公司怎么办？不会，我公司有门禁，他连大门都进不去，更别说到办公楼里面了。而且我们是属于半保密单位，别说加班了，就是不加班，保安也只会说不清楚，不会多嘴的。顾家阳了一声，有事再跟我联系，我有个哥们是刑警队的，他们加班正好在你辖区，有需要可以联系他，我把电话发给你。好，挂了电话，顾家阳很快给我发来了那个刑警的电话，我心里顿时安分了不少。此时门外响起了电话铃声，应该是顾家阳的电话打给了郭嬷嬷，我赶紧凑进去听。这样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郭嬷嬷应答着。挂了电话，那个男人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他真在加班吗？”我也不清楚啊。郭嬷嬷语气沉了下去，但是他哥们肯定替他说话，谁知道真假？郭嬷嬷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欠我们的钱再不还，我们可是不会讲情面的。咱们当初可说好了，我们跟你一块过来，你逼你男朋友拿钱还债，可现在呢，连门都进不去，你想耍我们啊？听着男人的话，我顿时心惊，连呼吸都停止了。郭嬷嬷也烦得不能行，我哪知道刚好赶上他加班啊？他以前从来不加班的，我现在不也在想办法呢吗？再说了，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，到时候我彩礼要的高一点，全给你们，这总行了吧？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彩礼？你们要多少彩礼？男人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一丝贪婪和不耐烦。当初说好的可不是彩礼的事，是让你男朋友直接拿50万出来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你信不信我在你男朋友面前拆穿你的假面具啊？强哥，你别逼我了行不行？郭嬷嬷的声音也带上了哭腔。肖明他对我很好，等我们结了婚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肯定会还你们的。50万而已，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他家里条件好，嫁给他我就是白富美了，我还会差你那点钱吗？条件好，条件好能让你带着我们在这冰天雪地里喝西北风。被称作强哥的寸头壮汉冷哼一声，我可告诉你郭嬷嬷，我们哥几个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今天这门要是进不去，拿不到钱，我们可不是好说话的人啊。你着什么急啊？郭嬷嬷的声音充满了恐慌，总得先进去门再说啊。我再给他打个电话。紧接着我听到了手机拨号的声音，而我的手机也确实在手心里震动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正是郭嬷嬷。我心脏狂跳，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，心里却一直在盘旋郭嬷嬷和那个叫强哥的人对话。就在我迟疑的时候，电话自动挂断了，门外立马传来郭嬷嬷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他不接，他肯定是故意的，他一定在家。”我就说他在家吧。强哥的声音带着一丝狠厉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别跟他客气了，直接把门砸开。”别，强哥，不能砸门，这可是高档小区，保安很快就会过来的。郭嬷嬷急忙阻止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强哥的声音里满是不耐烦。郭嬷嬷犹豫片刻，再次朝门里喊着：“肖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啊？有什么话咱们打开门说不行吗？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还是有女人在你家，所以你不让我进？”我已经顾不上听郭嬷嬷的话了，失魂落魄地走到沙发边上，沉沉地坐了下去。原来郭嬷嬷接近我，甚至要和我订婚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她根本不是想和我结婚，而是看中了我的钱，想利用我来偿还她欠下的债务。那所谓的老家太冷接父母来住，不过是她被债主逼得没办法了才出了下策。那个阿强说郭嬷嬷家欠了他们50万，我和郭嬷嬷相处了这么多年，她一直勤工俭学，怎么会欠这么多钱？而且每次见面，她都表现得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从不多花我1分钱，说自己虽然家里穷，但全家都有骨气，会和我一起努力奋斗。现在看来全都是假的。
他的节省不是因为出身穷苦，而是债务缠身。他对我的约束不是管我对我好，而是暗中观察我的经济实力，确认我是否有能力替他还债。这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还差点把他当成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，甚至打算在订婚宴上宣布房产证加他的名字。一股巨大的愤怒和恶心涌上心头，还真让顾家阳给说中了。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郭沫沫。萧宁，你这个懦夫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不敢见我？你说话啊！你不开门是不是心虚了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？萧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开门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他的声音尖利而疯狂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温柔。我紧紧攥着拳头，心里开始盘算怎么办。他们既然敢上门逼债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那个强哥一看就不是善茬，动起手来我根本不是对手。现在我脑海里全都是视频里的另外一个我。我做了个大胆的推测，也许那个我不愿意借钱给郭沫沫还债，所以被他们一顿毒打，甚至是绑架，威胁我的父母。他经历了开门后的惨状，所以通过手机来提醒我吗？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，但此刻也顾不上深究了。当务之急是怎么把门外这些瘟神打发走。要不要直接报警呢？我看了一眼手机里顾家阳发来的那个刑警电话，心里有些犹豫起来。报警的话，我能说什么？说我收到了未来自己的警告，说门外的女友和他家人是坏人，警察会相信吗？他们只会以为我精神出了问题，而且在警察到来之前，他们会不会已经破门而入了？我环顾卧室，目光落在了窗户上，这是12楼，跳下去只有死路一条。衣柜、床底这些地方根本藏不住人，他们进来随便一搜就能找到。可我也不能一直躲着不开门，他们会不会真的把门砸开？强哥刚才已经说了要砸门，是郭沫沫阻止了他，说这里是高档小区，怕保安，这说明他们还是有所顾忌的。物业刚才也说了，暴雪天气电路可能短路，如果停电要立刻联系他们。或许我可以试试制造一点小麻烦，把保安引过来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我就立刻否定了，太冒险了。如果真的造成电路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，那我损失就大了。而且万一保安来了之后，郭沫沫又编出一套说辞，说我们是情侣吵架，保安也未必会把他们怎么样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耗着，他们进不来，我不出声，时间久了，他们或许就会放弃了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已经快晚上9点了，外面天寒地冻，他们总不能一直在楼道里待着吧。郭沫沫此时还在门口断断续续地叫骂着。此时手机群消息响了起来，是这层楼的其他户主在艾特我。你家什么情况？门外的人是谁啊？一直敲门。是啊，大晚上的吵死了，你赶紧解决一下，是不是你家亲戚啊？我突然想到，也许可以利用邻居做些什么。实在抱歉啊，我不在家，门口的人是我前女友，来找我要分手费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直接发了语音，用语气来表示自己的无奈。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，那你至少要露面解决一下吧，不能让他们一直敲啊。对啊，有什么话说清楚不就好了。我再次发语音，现在说不清楚了，他欠了一屁股债，门口那个男人就是他的债主，他想让我帮他还钱，一口气要50万呢，我真是没办法了。而且我看他们凶神恶煞的，我也不敢回去，万一被他们抓住怎么办？那你报警呗，把他们撵走。我报过警了，但人家说是私事，让我自己处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要不大家帮个忙，一起跟物业投诉一下，如果物业不管，就报警投诉，咱们这毕竟是高档小区，总有法子对付他们。行吧，毕竟是邻居，那我打电话去物业投诉，那物业要是不管的话，我也打电话报警。这些人真是穷疯了，就看不惯这种败类。看着他们的话，我勾起了嘴角。我的邻居大部分都是这的老户，很多都是热心肠的大爷大妈，甚至楼下还住着居委会的人，有他们帮忙，也许不用我出手。没过多久，楼道里就传来了物业保安的脚步声和询问声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在这里喧哗影响其他业主休息了。一个粗犷的男声响起，应该是保安队长。你们是哪一层的业主？不好意思啊。郭沫沫主动上前，我是肖明的女朋友，就是这个房子的业主。那你怎么不进去？站在门口喊什么？郭沫沫支支吾吾地说道，他可能不在家吧，我没有钥匙，进不去。既然没有钥匙，人又不在家，那你还在这敲什么？保安队长一听不是业主，脾气也上来了。这里还有其他业主，你不能影响其他业主休息。这都几点了？大哥是这样的，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，我手机没电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男朋友回电话，让他回来给我送钥匙？行吧，我让物业管家联系一下业主。郭沫沫和保安的对话让我瞬间提高了警惕，赶紧猫着步子走进厕所，等待着物业管家的电话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我的手机就震动起来，
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接听键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。喂，怎么了，肖先生？电话那头传来物业管家礼貌的声音。你家门口有位自称是你女朋友的郭女士，说没带钥匙，手机也没电了，想让你回来一趟，给她开下门。现在她和几位朋友在楼道里有点吵，其他业主已经投诉了。听见管家的话，我愣了，顿时心脏悬了起来。你刚才说她和她的几位朋友？我家门口有很多人吗？是啊，消防楼梯间好像还有4、5个。我顿时挺直了脊背，心里不由得后怕，这才明白阿豪说的亲戚是怎么回事。原来郭沫沫带他父母弟弟去了酒店，让这些债主守在我家门口吗？那刚才我出去拿备用钥匙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没出现呢？难道去买东西了？上厕所了？这也太险了吧！我缓过神，故意叹了口气，语气带着一丝无奈，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不打招呼来了。我现在在公司加班回不来，估计这2天都回不去了。是，这个情况你刚才跟我说了。管家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了然。那这位郭女士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打断他，语气更加无奈。你们帮我给他们叫个车送她离开吧，费用找我报销。另外，如果他们死活不肯走，可以报警处理，你们看着办。管家明显一愣，但还是快就给我回复。好的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们看着处理。挂了电话，我悄悄走到门边，再次侧耳倾听。只听保安接了电话之后，便对郭沫沫说：郭女士，我们联系到肖先生了，他说他现在在加班回不来，让我们帮你打车送你离开。什么？郭沫沫明显愣了一下，声音尖锐起来。他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你们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叫车？如果不走的话，那就只能报警处理。我们得先确保其他业主的安全才行，不能让你们再逗留。你……郭沫沫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保安此时不紧不慢地说：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们在这里喧哗确实影响到其他业主了。如果不肯离开，我们只能按照小区规定联系安保部强制清场或者报警处理。强哥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带着威胁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收拾？这位先生，请您注意您的言辞。保安队长的声音立刻强硬起来。这里是高档小区，全方位监控，如果你敢在这里闹事，就不是报警能解决的事了。楼道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，我能想象出郭沫沫和强哥他们此刻的脸色。过了一会儿，郭沫沫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又开始装可怜。我真的没地方去了，外面下着大雪，我手机也没电了。这样，我不闹了，我就在这安静的等着。我男朋友肯定马上就回来了，我就在这等着。不行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说罢，保安也没了耐心，直接用对讲机开始呼叫物业中心派人过来。郭沫沫一听，赶紧说道：别，我们马上走，现在就走。强哥恶狠狠地啐了一口，骂骂咧咧的带着几个人转身就走。郭沫沫还想说什么，被强哥一把拽住胳膊，踉踉跄跄地跟着消失在楼梯间。楼道里终于恢复了安静，我靠在门后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刚才那短短10几分钟，感觉像过了1个世纪这么漫长。手机屏幕亮着，邻居群里还在讨论刚才的事，大家纷纷表示物业处理的及时，让我以后小心点。我一一回复了感谢，心里却五味杂陈。我看着猫眼里，外面已经没了人，马上收拾东西，准备去酒店住。在家里总归是不安全的，可外面大雪封路，叫不到车，而且酒店几乎都没房间了。犹豫着，我打开了机票，准备买票先去找我爸妈，赶紧把这件事当面跟他们说清楚。今年过年就在国外过好了，还能去找顾家阳。可就在我订好了票，收拾好了行李，准备开门的那一刻，手机视频再度打了进来。我赶紧停下脚步，心再度悬空了上来，看向猫眼，外面此时空无一人，连声控灯都没有亮起过。那外面应该没人了吧？可这个电话难道是告诉我外面安全，让我快跑？我还没来得及按下接通键，一条短信闪烁在屏幕顶端：尊敬的旅客，受强冷空气影响，我市周边区域正在经历持续暴雪天气，为保证旅客与安全飞行，所有航班停止起飞，具体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及跑道情况另行通知，退改签可登录。看着那条航空公司的官方通知，我愣了，停飞了，这么巧吗？我赶紧点下接通键，发现这一次的画面跟之前有些许不同，视频里的我依旧是少了1只耳朵和1只眼，可本来残疾的手却能顺利延展，但手指却少了3根。别开门，郭沫沫一直在楼道里等着你呢。我刚一出门就被抓住了，他们砍掉了我的手指，威胁我爸妈拿钱，你千万别出门。为什么？你……正当我想要询问的时候，那边却再次因为信号问题关闭了视频。我直接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我看向自己的手，冷汗流了一背，真的跟我猜的一样。
我拿不出钱，他们就把我绑架，砍掉我的手指，威胁我爸妈。郭沫沫怎么会这么狠心，就为了钱吗？我赶紧拨打物业管家的电话。肖先生，是停电了吗？听见物业管家的声音，我赶紧说，你帮我调一下监控，刚才有邻居跟我反映我女朋友那帮人没有走，你帮我看下。啊，管家明显诧异，可保安说看着他们坐电梯离开的呀，我马上查一下。良久，那边才响起管家抱歉的回应，真是抱歉，确实没有查到他们离开单元楼的画面，他们可能是等保安离开之后又悄悄走消防楼梯回去了。肖先生，你跟你女朋友是怎么回事啊？要不你回来跟她解释一下，他们这么闹影响非常不好，我主要是担心你和其他住户的人身安全，有需要我可以安排保安配合你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我交的物业费不是让你给我提问题的，我的诉求是让那个女人和她带来的那些人马上离开我家门口。你们保安是怎么做事的？这就是你们处理问题的态度吗？不是，真是抱歉。听见我发火，管家的声音立马弱了下去，主要你们这个关系我们不太好采取强制措施，而且对你个人影响也不好。你跟你女朋友？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怒喊着，可又害怕门口的郭沫沫听见，只能强压着音量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1个小时之内我要看到那些人离开小区的监控视频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，不行就报警。好，我马上安排处理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墙上大喘着粗气，心里的压抑和紧张已经到达了极点，握住电话的手不停地颤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恐惧。这大概是我这个好脾气的人第一次对物业发这么大的火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我无助的宣泄，并不针对任何人。我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视频里那个我残缺的手指仿佛还在眼前晃动。原来他们根本没走，顾默默假意离开，实则等保安离开后又迂回躲进了消防楼梯间的某个角落，一来可以测试我到底是不是在家，二来就等着我这只猎物自投罗网。这个狠毒的女人，我有哪点对不起她？她竟然联合外人这么对我。我现在唯一庆幸的就是在订婚前发现了她的狼子野心，不然很可能会把我爸妈也牵扯进来。我必须冷静下来，现在不是愤怒和恐惧的时候。我看向四周，如今我不能想着离开这里，而是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坚固的堡垒。至少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郭沫沫他们还是不敢破门而入的。我赶紧把沙发桌子全部搬到门口，堵住门，然后把冰箱里的食物进行分类。我没有囤货的习惯，家里一般只会备上2天左右的新鲜蔬菜，剩下的就是超市买的速冻饺子和包子，满打满算。我再次透过猫眼仔细观察，想确定一下郭沫沫他们的位置，可楼道里空荡荡的，消防楼梯间的门紧闭着，他们应该就在那道门后面。突然，2个安保的身影出现在猫眼里，我立马警惕地看着，他们在走廊里转着。打开消防楼梯门的时候，里面却是空空如也。我不由得皱起了眉，郭沫沫不在那里吗？保安里外转了一圈，开始拿出手机发着消息。很快，物业管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肖先生，保安已经去了，但是没看到你女朋友在门口，是哪个邻居跟你投诉的？我再详细问问。我想了想，我这会要开会，你们再搜索一下，他们很有可能故意躲起来了，不然邻居不会跟我投诉，我不方便告诉你邻居的身份。还有，如果他们是故意躲起来的话，这对业主来说非常不安全，你们最好尽快找到人把他们撵出去。最后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分手了，这个女人跟我没关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挂了电话之后没多久，保安也接到了指令，2个人便进入消防楼梯间，一个往上一个往下的进行搜索。看着缓缓关闭的消防门，我深深叹出一口气，他们竟然能躲过保安的巡查，说明他们非常熟悉这栋楼的结构，或者郭沫沫之前就已经踩过点。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顾家阳发来的微信：肖明，怎么样了？安全吗？看到回我，刚才郭沫沫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，他发消息问我你工作地址的事，我没搭理他。看到顾家阳的消息，我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可很快心里再度紧张起来。他还真想去我单位闹事吗？我颤抖着手指回复：家阳，我还安全，他们没走，郭沫沫还在外面等着我，航班也停飞了，我走不了，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，这个郭沫沫真的有问题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他。几乎只停留了1秒钟，顾家阳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：肖明，你没事吧？你发这消息什么意思？顾家阳焦急的声音从听筒传来：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害怕。家阳，他们要砍。我哽咽着说不下去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视频的事，只能又缓和了一下语气。我在家里躲着呢，已经联系物业处理了，你不用担心。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顾家阳的声音明显起伏不定，充满了担忧。我出国之前，你俩不是好好的吗？还说过年后要把事给办了，这才过去几天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说来话长，我揉了揉发紧的太阳穴，把当前发生的事简略说了一遍，唯独隐去了那个诡异的视频。现在想来，从一开始他接近我就没安好心，那些所谓的甜蜜和未来规划，全是为了骗钱铺路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顾家阳的声音带着一丝后怕。我就说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上次聚会他盯着你手表的样子，恨不得直接抢过去。你也是，恋爱脑上头，当初我怎么劝你的，让你别太快投入，多观察观察。顾家阳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，愧疚和悔恨翻涌上来。是我蠢，是我瞎了眼，我以为他是真心对我，没想到人心能险恶到这种地步。现在他带着人堵在我家门口，航班也停飞，我根本走不了。别急，你先稳住。顾家阳的声音迅速冷静下来。你家小区安保不是挺严的吗？物业怎么回事？就任由他们在楼道里晃荡。我刚跟管家发了火，他们正在派人搜，但是没找到人。郭沫沫太狡猾了，估计早就摸清了消防通道和监控死角。我无奈地说着，都怪自己警惕心太低了。这样，你听我说。顾家阳的语速很快。第一，把门锁好，千万别出去。第二，家里有什么防身的东西吗？比如棒球棍、水果刀，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，保护好自己最重要。第三，持续跟物业施压，让他们派保安在你家楼层巡逻，或者干脆守在你家门口，大不了给点服务费，别省钱。第四，保存好所有证据，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、债主上门的录音，拿到证据直接报警，别犹豫。这番条理清晰的话，让我混乱的思绪稍稍清晰了一些。还有，千万别单独跟郭沫沫见面，更别开门，他现在就是个疯子，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。顾家阳不放心的叮嘱我联系一下那个刑警朋友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联系国内的朋友帮你。谢谢你，家阳。我心里庆幸，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候，还好有顾家阳这个朋友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保护好自己。说罢，他匆匆挂了电话。我也开始翻箱倒柜，找一些能防身的武器，有一些摆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有些小巧方便的我就藏在身上，随时能掏出来应对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稍微松了口气，瘫坐在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亮着。顾家阳又发来一条消息，我刚联系了那个刑警，他这会在开会，一会儿忙完给你打电话，问问情况。电话是130天，叫张凯杰，我高中同学。我回复了之后，就把那个电话号码存进了手机，这样能通过来电显示确认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家里的灯瞬间熄灭了。大概是物业管家之前说的暴雪短路吧。我准备给物业管家打个电话，可按下拨通键，我犹豫了。一个念头一闪而过，下意识打开业主群，发现里面并没有说停电的问题。我犹豫着私信联系我隔壁的邻居刘阿姨，你家停电了吗？刘阿姨很快回复了过来，我不知道，我女儿刚把我接走，说下雪了，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，让我去她家住。小明，你回去了吗？我顿时无力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我出门时家里还有电呢，不过物业说了，可能会短路，估计短路了吧？你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给你把电闸搬上去就行了。刘阿姨再次发来短信给我出主意，我简单回复了个好字，继续关注群里的信息。如果停电群里不可能没动静，除非只有我家停电，那我就不能跟物业联系，说不定是郭沫沫他们故意把电闸给拉了，试探我是不是在家，我得防着点。想到此，我把手机的亮度调到最低，休眠了所有软件，还开启了省电模式。因为我不常出远门，单位和家里充电也方便，再加上买的手机也是大毫安电池，使用频率不高，家里就没有充电宝这些东西。我又拿出平板，一看还有87%的电，赶紧把电源关闭。如果手机没电的话，我还可以用平板接打电话。突然我想起了什么，再次打开手机，看着刘阿姨最后给我发来的消息，电闸，我记得我们是集中电闸，应该是在负1楼的电线中控那里。想到这儿，我赶紧先检查家里的闸门，发现闸门没有跳，那就代表是中控那里出了问题。难道郭沫沫他们在负1楼躲着？想到这儿，我赶紧给物业打电话。我同事跟我住一个小区，他家跳闸了，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在负1楼电箱那里看见我前女友，我估计他们躲在那里，你赶紧让保安去看看。好的，我马上让人过去。我走到门口，看着猫眼外面依旧是空无一人，但是却发现消防楼梯间的门有一条小缝，之前好像没有，是保安没有关严实，还是有人躲在门后呢？就在这时，家里突然亮了起来，电器发出滴的声音，物业管家的电话随之响起。肖先生，保安去电箱那里查看了，发现你家跳闸，就给推上去了，但是没见到你前女友，你朋友是在哪里看到他们的？
有没有具体位置和时间？我调一下那附近的监控。我心里第一反应，果然是郭沫沫他们把我的闸搬下来了，这一定是为了试探我有没有在家。他说就在电箱附近，一闪而过，他没看太清楚。这毕竟是我的私事，我不想太麻烦我朋友，说出去也挺尴尬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能理解。不过，物业管家的声音突然变得疑惑了起来。你是不是在家啊？我顿了一下，快速说，没有啊，我不是说我在加班吗？现在大雪封路，我回不去了，我打算去同事家住一晚。这样啊？物业管家一副猜错了态度，随即尴尬说，我们会加紧巡逻的，如果你的朋友或者邻居再有什么消息，请你及时跟我联系。我犹豫着，还是对物业管家郑重其事地说道，现在那个女人已经不是我女朋友了，她也不是这里的业主，咱们这是高档小区，安全总得保证，必要时采取强制手段，不然交那么多物业费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说呢？明白明白，业主的安全我们是一定要保证的，这点你放心，有什么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物业管家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。挂了电话，我不悦挑眉，这个管家摆明了猜到我在撒谎，不过算他情商高，没有直接戳破我，可眼下物业管家已经猜到我在家了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。我赶紧把手机、电脑和平板都充上电，通讯工具得确保能正常使用，即使再次停电，我还可以使用燃气或者蜡烛和手电筒照明，不能把自己陷入绝境。接下来就是等待那个叫张凯杰的刑警给我打电话，我该怎么跟他说明呢？除了那个诡异的视频电话之外，我能说的就是我亲耳听到关于郭沫沫债务的事，我得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，不然警方肯定以为我们情侣闹矛盾。这么想着，我在纸上开始模拟话术，尽可能把事情的重点往郭沫沫欠债的事情上引导。差不多在晚上11点的时候，张凯杰的电话打了进来。你好，是肖明吗？我是顾佳明的朋友，叫张凯杰，他应该跟你联系过了吧？听到对面传来的沉稳男人声音，我心里顿时有了底。是的，我就是肖明，我现在一个人在家，不敢出门。你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详细说说，越详细越好。我一边点着头，一边拿起我准备好的话术，详细的说明了我当前的处境，还有郭沫沫和那个强哥的事，以及郭沫沫父母住的酒店信息、身份证号我都说了出来。那边一片沉默。你这个情况不太好定性啊。张凯杰的声音有明显犯难的感觉。首先，他们没有过激的行为证明他们即将实施犯罪。再者，郭沫沫也没有明说要跟你要钱还债。至于你说的他们有可能绑架对你进行人身伤害，例如挖眼左、割耳朵、砍手指这些事，都是你的猜测，不能作为证据啊。那我用什么理由去把他们抓起来呢？即使抓起来，最多录完口供就得放人，那他们很有能还会再找上你的。我皱起了眉，果然专业人士分析就是不一样。那我现在不敢出门啊，万一一露面就被他们抓了，岂不是更麻烦？这样我怎么搜集证据？张凯杰沉默了片刻。你现在不是要把他们撵走？即使撵走，他们还可以再回来。难道你这辈子不出门了吗？如果他们确实要对你指示犯罪，那咱们就得想办法把人抓起来，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，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安全。我用力点着头，正是真正的握紧拳头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如果能抓起来更好。可没有证据啊。张凯杰无奈开口，抓了也得放，只能做民事调解、思想教育。张凯杰的话直接把我打入冰窖，顿时浇灭了我所有希望。不过你也别泄气，保证安全最重要。这样吧，你暂时不要离开家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你就装到底，就说自己不在家。我现在联系一下郭沫沫老家的派出所，看看那边能不能查到郭沫沫跟这个强哥的情况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就想办法录音、视频的话更好；没有机会就躲着别露面，等我消息。我攥紧的拳头稍微放松了一下。谢谢你了，张警官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我给你送锦旗，请你吃饭。嗨，张凯杰无奈一笑。我跟杨子是同学，你又是他发小，别说这层关系了，就是没关系发生这样的事，我身为警察也不会不管的。听着张凯杰的话，我一直紧张的情绪也得到了缓解。挂了电话，我长长舒了口气，感觉像是在溺水时抓住了一块浮木。虽然张凯杰的话让我明白事情的棘手，但至少有了专业人士的指导，心里不再是一片茫然。我重新检查了一遍门窗，确认都从内部锁好，然后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。我怕外面能看见屋子里亮着灯，我就把所有的灯关了，只留下一盏微弱的台灯照明。差不多了，凌晨2点左右，台灯熄灭了，家里又停电了。我也不敢想是不是郭沫沫干的，就这么抹黑躺在沙发里，瞪着眼等待天亮，一直到第二天上午的9点。张凯杰那边还没有消息，物业管家也没有再联系我。整个屋子安静的可怕，只有我的心跳声和窗外的风雪声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眼皮开始打架，但我不敢睡，生怕一闭上眼睛，危险就会降临。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，一遍遍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盏昨晚熄灭的台灯竟然自己亮了。此时物业管家的信息发了过来：肖先生，你家里的闸又被拉了，已经重新推上去，不过我们还没找到你前女友，现在正在调监控，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。看着物业管家发来的文字，我没有回复。我知道郭沫沫一定没走，她八成就在消防楼梯间躲着。突然手机屏幕再度亮起，我瞥了一眼，发现是郭沫沫发来的。我赶紧拿起收起查看。肖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我一愣，赶紧走到门口看猫眼，外面并没有人。我看向手机，犹豫着发出回复：我在同事家呢，昨天大雪封路了，待会准备去公司。你没去住酒店吗？我得先稳住郭沫沫，不能有明显异常。那边消息很快回复：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一直在你家门口等你呢。亲爱的，别闹了，这样一点也不好玩。我在这里坐了一夜，冻死了，你赶紧回来接我啊！看着他与刚才不一样口吻的2条信息，我却咬紧了后槽牙。郭沫沫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，前一秒还带着质问，下一秒就开始扮演深情女友，一口一个亲爱的，听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我这边事情还没处理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。我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敲击，尽量让语气显得不耐烦。酒店不是给你开好了吗？你先回去住着，下午2点左右才退房，到时候我去接你。我必须让他相信我确实不在家，至少暂时不能让他察觉到我已经怀疑他了。不行，我就要在你家门口等你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，所以才躲着我不见？郭沫沫的消息带着哭腔，文字都透着一股歇斯底里的味道。我看着这些文字，只觉得一阵恶寒。他这是在打感情牌，试图用情分来动摇我。可惜他那些拙劣的表演，在我知道了他欠债，甚至可能牵扯到绑架威胁之后，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。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？我现在真的很忙，大雪天的，你在外面冻着干什么？赶紧回酒店去。我刻意加重了语气，表现出被他纠缠的不耐烦。我不，除非你现在回来见我。肖明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骗不了我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我的坏话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去找他。郭沫沫的消息越来越激动，甚至开始有些语无伦次，隐约透露出他内心的慌乱。他果然知道我在家，他怎么这么肯定？难道是昨晚停电的时候他听到了什么动静？还是物业管家那边露了馅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后背瞬间渗出冷汗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不能自乱阵脚。他现在只是在试探，我不能承认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真的不在家，我要准备去公司了，你赶紧回酒店。我配上了一个无奈哭笑不得表情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赶紧来接我。说好了2点钟，你要退房前不来的话，我就直接去你单位找你，看看是哪个美女在陪着你。哼！看着郭沫沫最后发来的消息，我心中猜想，她真的如她所说的回去了吗？我不信，她一定还在我家门口。拉开窗帘的一角，外面此时已是雪白一片，路面、垃圾桶、长条椅上，以及我的空调外挂机上，都是厚厚一层积雪。看了眼温度计，室外温度显示零下7度。郭沫沫还真熬得住，这么冷的天，在消防楼梯待了一晚上，真执着。以前我就欣赏她这份执着和不屈，不向生活低头，像个小草一样坚韧向上。我被她积极的生活态度所吸引，被她勇敢不服输的气魄所折服。可现在看，这一切都是她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，故意做出的伪装。此刻我才回想起来，上学那会，她好像确实总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学校社团、社会活动，每个有我在的场合，她都在。凭借着不错的模样和要强的性子，当时在学校里追她的男生也不少，可她丝毫没放在眼里，反而对我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才高看她一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自嘲一笑，随便吃了点早餐，我继续窝在沙发里。张凯杰那边还没有消息，物业也说在挑监控，但都需要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猫眼外依旧空无一人，但那扇消防楼梯间的门像一个巨大的阴影，笼罩在我的心头。我知道郭沫沫不会善罢甘休，她一定会想办法进来的，而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正面交锋。这时群里发来了消息，这是谁干的？这么没有素质！配图是一个外卖盒一样的东西，就放在这个发消息人家的门口。看名片，是有这个周湖波大雨，可我们小区是不许外卖进来的。咚咚咚，家里有人吗？是不是你吃的垃圾扔在我家门口了？郭大爷的声音随之响起，我心里一紧，郭大爷难道以为是我扔的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一点公德心都没有，垃圾怎么能随便扔人家门口呢？
小肖，你在家吗？郭大爷的声音再次急促，带着愤怒响了起来。我心脏砰砰直跳，大脑飞速运转。我和邻里关系一向处得好，这要是闹出误会就不好了。我刚准备冲过去开门解释，但下一秒我顿住了。不对，我们小区不许外卖进来，而且大雪封路，外卖早就停了。郭大爷的家门口怎么出现外卖盒呢？这也太不正常了。难道是郭沫沫他们干的，故意想引我出去？不行！想到这，我赶紧后退了数步，提高了警惕。小肖，你是不是在家啊？这外卖上显示是你的名字，你赶紧出来！怎么能把垃圾扔我门口啊？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得帮你扔垃圾吗？出来！郭大爷是个暴脾气，见门里没动静，立即咣咣砸门，震得大门都在微微颤抖着。咚咚咚咚咚咚，沉重的砸门声敲击着我的心脏。郭沫沫这会肯定在暗处观察着，只要我一开门，他就会有可乘之机。没人在家吗？郭大爷的声音透着一丝疑惑，他又敲了几下门。小肖，你搞什么鬼？赶紧把你的外卖盒拿进去。大家邻里关系都处得不错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快点出来，听见没？别逼我发火。郭大爷的敲门声越来越响，夹杂着他愤怒的咒骂，整层楼恐怕都能听见。我能想象到他此刻吹胡子瞪眼的模样，可我现在却连一句解释都不敢回应。一旦开口，就等于承认我在家。郭沫沫必然会抓住这个机会，我得给张凯杰争取调查时间才行。好啊，你个肖明，年纪轻轻的做了错事还不敢承认是吧？行，你不出来是吧？我这就去找物业，让他们来评评理。郭大爷见屋内始终毫无动静，终于撂下一句狠话，脚步声噔噔噔的远去了。我紧贴着冰冷的门板，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。郭沫沫这招借刀杀人真是阴险，他算准了郭大爷的脾气，也摸透了我和邻里间的关系，想用这种方式逼我现身。果然，没过几分钟，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，是物业管家打来的电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接听键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无辜。喂，怎么了？肖先生，你在家吗？管家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奈。刚才郭大爷气冲冲地来物业投诉，说你把外卖盒扔他门口了。你看这事儿。什么外卖盒？我故作惊讶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没点外卖啊，而且我现在还在同事家呢。大雪封路，根本回不去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了。管家此刻更无语了。可郭大爷说外卖单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和电话，我的名字？我提高了音量，语气中充满了困惑和愤怒。这不可能！你第一句中充满了困训，或者是我那个前女友搞出来的。我从来不点外卖的，不信你去查监控，看看有没有外卖小哥到这层楼来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管家似乎在权衡。这样啊，那行，肖先生，你也别生气，我们再跟郭大爷沟通一下，也会去调一下监控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挂了电话，我后背已经惊出了一层冷汗。郭沫沫这女人心思太缜密了，先是拉电闸试探我是否在家，然后又是发信息软硬兼施，现在更是不惜得罪邻居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逼我。她的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限。我趴在猫眼上观看，消防楼梯间的门依旧露出一个不明显的缝隙。郭沫沫现在在哪里？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？犹豫着，我赶紧把这件事编辑好信息发送给了张凯杰。张凯杰的信息几乎是秒回过来。郭沫沫既然能想到用外卖盒栽赃你，说明他很了解你的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，他知道郭大爷的脾气，也知道你在乎邻里关系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不是已经告诉物业了吗？让他们处理，你不要露面，也不要承认你在家，不管是谁问你，你都要装作自己不在家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刚到郭沫沫的老家，这边的派出所查到一些消息，我来问问情况。我会联系你家那边的片警，让他们跟物业沟通一下，先掌握那几个人的行踪。记住，千万别开门。看着张凯杰最后发来的这条消息，我瞬间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他已经去了郭沫沫的老家，那就表示那边派出所一定查到了不得了的事情，这可能会直接印证我的猜测，那张凯杰就有机会逮捕郭沫沫和强哥。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跟他们耗下去，这恐怕会是一场持久战。时间很快到了中午，郭沫沫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，我没有接，他又开始发消息。肖明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怎么还不来酒店接我和爸妈？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中午12点，我得赶紧想个借口。我在开会呢，不知道要开到什么时候。那边沉默了良久，才给我回复消息。你真的在公司吗？是啊，我在公司啊。说着，我赶紧翻看相册，随便找了一张以前拍的照片发给他证明。你看，我不能玩手机，暂时别联系我。那头又是一片沉默，直到大概过去2分钟左右的时间，郭沫沫给我发来一张图片，我瞬间诧异，竟然是我推开家门出去，靠近消防栓的监控画面。
我瞬间傻眼，这儿，你骗我？肖明，你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你一直在家，我就说嘛，顾家阳明明说钥匙就放在消防栓里，为什么我没找到？原来你趁我离开的时候偷偷拿进去了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顾嬷嬷是怎么拿到这段监控录像的？难道是物业提供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物业管家的电话正好打了进来。可赶紧解释来。肖先生，我们查了，确实没有外卖到你们那个楼层，我们跟郭大爷解释过了，但是郭大爷现在不依不饶，非说上面是你的信息，你能不能到物业解释一下？先不说这个，我现在气得快炸了，只想问清楚监控录像的事。可下一秒我又迟疑了。按理说郭嬷嬷是不可能拿到这段监控录像的，她又不是业主，而且我还给物业管家提前说过了，我跟这个女人已经没关系，那她就更不可能提供录像给郭嬷嬷。为什么？我诧异地看着手机上此刻显示的物业管家4个字，难道物业管家跟他们是一伙的？难怪保安加紧巡逻，却还是找不到郭嬷嬷那伙人，原来是有内应啊。肖先生，见我半天不说话，管家疑惑询问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缓了一口气，立马改了口风，我想说，我压根就不在家，这外卖盒是哪来的？还有啊，如果我真要把垃圾丢在郭大爷家门口，还会带上我的个人信息吗？那我还有必要不承认吗？这个，管家没了话，我现在被人栽赃嫁祸，你们是物业，你们去查吧，别再跟我联系。说罢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把这个物业管家给彻底拉黑。不管我的猜测是真是假，眼下我都不能相信任何人。肖明，我就在你家门口，你现在开门出来，咱们俩把话说清楚。看着郭嬷嬷发来的消息，我赶紧猫步到门口，猫眼里的确只有郭嬷嬷一个人。她拿着手机，眉头快拧成了麻花。突然，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收起手机，抬起手。这一次不再是之前郭大爷那样愤怒的砸门，而是用一种近乎固执的节奏，轻轻扣响了门板。肖明，你别躲了，我不知道你突然这是想干什么，但如果你要分手的话，最起码是不是也要当面跟我说清楚？我郭嬷嬷也不是没骨气的人，不会赖着你的。你这样不明不白地躲着我，还把我拒之门外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卑不亢，若换了以前，我或许还会相信，但现在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此时郭嬷嬷的眼睛明显瞥了一眼旁边消防楼梯间的位置，我顺着看过去，发现之前的那道缝隙开得更大了，而且地板位置好像有一双穿着白色球鞋的影子若隐若现。我心中一紧，他们果然有预谋，大概是等不及了，准备拆穿我。肖明，你出来啊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这样躲着不见我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出来！他突然站在门口，连哭带喊起来，哭声尖锐又凄厉，在寂静的楼道里回荡，穿透力极强。如我所料，业主群里炸锅了，所有人都开始疯狂艾特我。你家到底什么情况？这女的怎么还没走？物业干什么吃的？你能不能劝劝啊？晚上闹完不算，白天又接着来。本来大雪不能出门就心情不好，现在心情更差了。你跟你女朋友把话说清楚，别让她这么闹，你躲着不见人也太不负责了。此时群里的业主都开始对我纷纷指责，我却一个字都不敢回复。这时候说什么都是错。郭嬷嬷这是想用舆论压力逼我开门，如果邻居们都以为我是不负责任欺负女友的渣男，到时候就算我能解释清楚，名声也毁了。郭嬷嬷这一步棋真是把人心算计得死死的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不去看群里的消息，随他们怎么想。你说过会永远对我好的，你说过不会让我受委屈的，现在你连门都不让我进。肖明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肖明，我从大学跟你在一起，跟了你5年了，你就算分手也得当面跟我说清楚吧，这样算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嫌弃我家是农村的，你不想我爸妈来住，弄脏你的房子，我能理解，可你也该跟我说清楚才对。我清清白白跟了你5年，你总得给我个说法吧。听到这我怒了，他跟我的时候早就不是处了，我只是没揭穿而已，毕竟谁还没碰上几个渣男呢？现在倒好，为了给我开门，竟然开始编造这种恶心人的谎言。什么嫌弃他家是农村的，什么嫌他爸妈弄脏房子，这些话他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大学时他家里条件不好，我每个月省吃俭用，把大部分生活费都给他买衣服买化妆品，现在竟然被他反咬一口。郭嬷嬷的哭嚎还在继续，甚至开始捶打门板，力道不大，但每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神经上。焦明，你这个懦夫，你不敢向我是不是？你做了亏心事是不是？你说啊！他的声音嘶哑，言语间全是偏执的疯狂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楼道里传来了其他邻居的脚步声和议论声。这是怎么了？大中午的哭成这样，好像是小肖家的事。听说他女朋友找上门来了。啧啧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感情纠葛真多。脚步声在我家门口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有人在犹豫要不要帮忙。
郭沫沫立刻抓住机会，转向那些邻居哭诉：“大哥大姐，叔叔阿姨，你们给评评理，我跟他在一起5年，他现在要分手，连门都不让我进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？小伙子，有话好好说嘛，躲着也不是办法。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响起，带着劝解的意味。就是啊，姑娘这么伤心，你开门出来把话说清楚。看来又是一个渣男。我心里暗暗叫苦，郭沫沫这招真是阴毒。他算准了邻居们的同情心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抛弃的可怜人，而我则成了那个不负责任的负心汉。现在舆论完全在他那边，我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楚了。是啊，这个肖明骗了我妹子，还用我妹子的身份证挣了50万的贷款。50万啊！我们一家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，这怎么还得起啊？我一愣，这是强哥的声音。听见强哥的话，邻居立马对着我的门骂了起来。强哥顺势火上浇油，我们现在只是想要一个说法，我妹妹怀了他肖明的孩子，他现在不想管了，躲起来当缩头乌龟，我们一家被债主逼得没地方去，只能来这找他。各位好心人，你们帮帮我妹妹吧，至少让那个肖明出来说话呀。听到这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这2个月我忙工作，根本就没碰过郭沫沫，她怎么怀的孕？可恶！反正现在门口人这么多，他们也未必敢做什么。我直接准备推门出去，可就在我握住门把手的时候，那个恐怖的视频电话又来了。我顿时头大，肖明，千万别一时冲动开门，你必须要等到张警官到这儿。我就是因为一时不忿，以为门外都是邻居开门跟他们理论，结果那个强哥直接把我推进来，关上了门。门外那些看热闹的邻居一个都没有管我，我的手都被他砍下来了。话语间，视频里的我抬起那只已经失去半个手掌的手给我看，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赶紧向后退了数米，远离了那扇门。就在我准备说什么的时候，电话又直接挂断了。原来刚才门外那些看似在劝解的邻居，不过是强哥和郭沫沫计划中的一部分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瓦解我的心理防线，引诱我开门。一旦我踏出这扇门，等待我的恐怕就是和视频里那个我一样的下场。郭沫沫的哭嚎还在继续，强哥也在一旁声泪俱下地控诉着我的罪状，邻居们的议论声和指责声像潮水一样涌来。开门吧，小伙子，你跟这个姑娘说清楚，别害了人家啊！年轻人做事你得承担后果，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啊！一个大妈领头开始不停地拍打我的门，此时其他邻居也跟着起哄，让我赶紧从屋子里出来，跟郭沫沫把话说清楚。我不能慌，绝对不能慌，外面的人已经被带节奏，如果我开门，强哥一定会直接闯进来，那些人不会冲进来救我的。我不能上当，不能被激怒。突然，门外的声音变了，郭沫沫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强哥也停止了控诉，楼道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，只剩下邻居们不明所以的窃窃私语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他们要采取更极端的手段了？我屏住呼吸，再次小心翼翼地凑到猫眼上向外望去，只见郭沫沫和强哥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强哥微微点了点头，然后郭沫沫深吸一口气，再次开口，声音却变得异常冰冷，没有了刚才的哭腔，反而带着一种威胁。肖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开门，我们好好谈谈，或者我们现在就报警，告你诈骗、遗弃，让警察来把你带走。到时候你不仅名声扫地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，你自己选。小子，别个脸不要脸，我妹妹都被你害成这样了，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？再不出来，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强哥也跟着帮腔，语气凶狠。快开门吧，小伙子，万一人家冲进去，你也得吃亏，躲着不是办法啊。对啊，出来把话说清楚。邻居又开始起哄，我立感大事不妙。如果这个时候强哥真的破门，那邻居也只会觉得是我不识抬举，怨不得人家采取极端手段，这岂不是给了强哥一个破门的大好时机？就在这一刻，张凯杰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我赶紧接起电话。张警官，那些人疯了，故意制造谣言污蔑我，现在和邻居一起打算破门冲进来，我怎么办啊？什么？你别慌，我马上联系派出所，他们10分钟左右就能到你那，千万别让他们破门，给我们争取时间。好。对了，这次去郭沫沫老家收获不小，郭沫沫确实欠了不少外债，这些年家里一直被债主骚扰，听说是老家待不下去了，才会在这个当口离开，估计就是找你要钱还债的。还有那个强哥，原名李强，之前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过刑，后来出来了就一直放高利贷，那边的警方早就盯上这个强哥。听到张凯杰的话，我顿时心里一喜。那现在有证据抓人吗？我已经联合2地办案了，但是我回去需要时间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我让人去酒店找郭沫沫的家人了。如果能从他的家人那问出点什么最好，你尽量拖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听见这话，我顿时来了精神。
我不能再逃避了，直接对着门口就喊：郭嬷嬷，你还想骗我多久？大家别听他们胡说，他身边那个人叫李强，是放高利贷的，因为故意伤害坐过牢。大家别相信他们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。我这话一出，外面顿时一片寂静，准备破门的李强只能停下手里的动作。郭嬷嬷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其实我早就派人暗中调查你了，你在老家欠了高利贷，你想通过结婚拿到我的钱，让我帮你还债。我不愿意，你就伙同李强一起想绑架我。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就是故意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开门就是死路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。郭嬷嬷被怼得哑口无言，极力辩解。你说你们俩是兄妹，拿出证据啊！大家不要相信他，他现在都是伪装出来的。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绑架我，因为我提前知道，所以就故意说我不在家。他们目的就是要你们同情他，好帮他一起破门进来，这样你们就是共犯了。我不给顾嬷嬷说话的机会，对着大门一阵咆哮输出，一天一夜积压的怨气和恐惧，在这一刻全部倾泻了出来。这放里面还有这么多事，放高利贷的，还坐过牢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那姑娘看着挺可怜的，难道是装的？难说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警察快来了，等警察来了就知道谁说的是真的了。隐匿军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窃窃私语，显然被我的话惊到。你血口喷人，谁是李强？我不认识什么李强，强哥是我表哥。郭嬷嬷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。小子，敢污蔑我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你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有本事你就动手，我已经把你的话都录下来了，这可是威胁恐吓。郭嬷嬷和李强顿时成了众矢之的。很快，我再次接到了张凯杰的电话，他郭嬷嬷的父母已经承认，他们从老家过来是受到李强和郭嬷嬷的指使。预料的一般，他们就是打算把我绑架，趁着大雪封路，我孤立无援的时候拿到一笔赎金。警察直接在我家门口把郭嬷嬷和李强一伙人当场扣下带走。至于那个物业管家，说是被郭嬷嬷给骗了。郭嬷嬷说自己怀了我的孩子，她才提供了监控证明，如今算是共犯。我推开家门，张凯杰在门口看着我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道：你很厉害啊，这大概是我办案最顺利的一次，只用了不到48小时，晚一会到警局录口供。看着张凯杰离开的身影，我却身子顿时瘫软，跪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之后我去警局录了口供，回来时雪也停了。回到家，我坐在沙发上一直看着手机，之后又反复推开门数次，发现那个诡异的电话再也没有打来。这是不是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了呢？我按照约定给张凯杰送去了锦旗，表示我的感激。听说他明年可能会提升副局长，这还要感谢我的锦旗。出国前，我联系了中介，决定把这个小公寓给卖了，然后跟领导申请年后去国外项目工作。领导正愁没人愿意去，一口就答应。最后看了眼这个小房子，我轻笑一声，关上了门。